各位小伙伴们，你们知道不二雄老师的美好愿望是什么吗？快来和我一起来看看吧。这天烈日当空，阳光透过玻璃洒在了一个精致的模型上，顿时吸引了大雄的注意。此后无论刮风下雨，他总是会跑去瞅两眼，甚至成功克制了自己想要买漫画的信念，用自己积攒下来的零花钱将它带回了家。就这样，怀揣着满满的兴奋，大雄打起12分的精神，开始了自己对模型的研究，甚至晚上连觉都不睡。就连哆啦 A 梦都没有见到过他如此专注的模样。不过上一秒还在夸奖大雄的哆啦 A 梦，下一秒就嫌弃灯光太刺眼，默默拉上了柜门，睡起了觉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第二天转瞬到来，大雄开心极了。他做梦都没有想到，自己有一天竟然能够拥有一艘无线遥控船。哆啦 A 梦也很是为他开心。言归正传，大雄和哆啦 A 梦挑了个人少的地方，便开心地举行起了入水典礼。单纯看着自己漂浮在水面上的船，大雄就陷入了没来由的感动。深有自知之明的他，打心底就觉得自己坐的船没有沉没就已经很厉害了。紧接着，大雄按下了开始的按钮，在他的操作下，船顺利在水面航行。但意外来的就是那么快，就在让人忍不住惊呼完美的时候，大雄的船直接拐进了一片水草丛。很快随着一声怒吼，两人受到了一波正面暴击，只得匆匆离去。没办法，谁让大雄的遥控船直接把别人的鱼惊撞了呢？好不容易，哆啦 A 梦他们终于找到了一块无言的水面。大雄操纵着遥控船，再次陷入了无止境的陶醉。此刻，不管哆啦 A 梦怎样发出自己想要尝试一下的请求，他都无动于衷，气得哆啦 A 梦直接动手与大雄争夺了起来。突然，一艘大和号的战舰模型映入了他们的眼帘。这艘遥控船也太厉害了吧！不过这操作怎么这么眼熟呢？该不会是小夫又要开始自己的经典操作炫富了吧？说时迟那时快，就在哆啦 A 梦和大雄陷入震惊的时候，他们的遥控船已经直直撞上了那艘大和号战舰，一个完美碰撞让人目瞪口呆，陷入了绝望，船沉了。这个时候，小夫不负众望，实时燃灯了场。果不其然啊，他就是那艘大和号战舰的主人。大雄和哆啦 A 梦怒火中烧，脸都憋红了，直接就对他发动了言语攻击，要求他赔偿大雄的遥控船。只可惜毫无作用，小夫的道歉只会让人更加怒不可遏。而他接下来对大和号战舰的介绍和操作，只能说是毫无人性。要不是哆啦 A 梦及时将大雄拖走，明年的今天就是他的忌日。难道就这么罢休？答案当然是否定的。大雄和哆啦 A 梦想出了一个绝妙的计划，劫持大和号。要是小夫不做出赔偿，他们就把这艘战舰拐卖到天涯海角，说干就干。哆啦 A 梦直接拿出缩小灯，灯光一照，两人就成功变小。紧接着，他们顶着头上的竹蜻蜓，趁小夫一不注意，立刻降落在了大和号上。就这样，劫持正式开始。哆啦 A 梦友情赞助了一个任意控制器，顾名思义，在它的作用下，什么都可以控制。这也太棒了吧！大雄兴奋极了，赶快就让哆啦 A 梦加快了行动的节奏。就这样，在小夫操纵着自己的大和号得意洋洋的时候，大雄和哆啦 A 梦已经悄无声息地完成了自己的改造，还直接对他发布了最后的通知。要想将大和号赎回，就必须赔偿大雄的遥控船，不然他们就要去远洋航海了。话音一落，小夫整个人都要不好了，一时上头，还直接跑进了水里，试图进行追赶，结果被冻成了一只可怜的落汤鸡。好不容易回到岸边，小夫满怀愤怒地叫起了支援，一边打着喷嚏，一边找给自己制作大和号战舰的表哥告起了状。这个时候，小夫的表哥正悠闲地窝在自己的椅子上，欣赏着自己满房间的豪华模型。有一说一，他们家族可真是有钱啊！在小夫的诉说下，表哥慢慢来了兴趣，随后直接开着自己的跑车来到了他的面前，不仅给他带来了替换的衣服，还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：击沉大和号。既然夺回来还有可能会被夺走，那么就毁掉它。哇哦，这思想，这笑容也太反派，太刺激了吧！小夫一下就给整不会了，但表哥却连装备都已经准备好了，他打算用自己的临战部队一决高下，以防万一。他还带来了鱼雷。就这样，在大雄和哆啦 A 梦正在惬意远航的时候，表哥操纵临战，朝着他们不断靠近，直接把俩人吓了个够呛。而就在他们准备全速逃离之际，
却立马遭遇了无情的鱼雷攻击。无奈之下，两人只好弃船跳进了水里。好不容易才历经千辛万苦爬回了岸上，哆啦 A 梦再也忍不住了，知道是小夫再次搞事情后，他立刻掏出了高性能迷你潜水艇。别看它只是一个遥控玩具，但也可以乘上去操纵，而且物美价廉，只要998，快乐带回家。事情好像哪里有点不对，哆啦 A 梦明明有那么厉害的遥控玩具，能懒就懒的大雄竟然还会舍近求远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这个时候，大雄突然想起了自己攒钱时经历的辛酸，忍不住就对哆啦 A 梦发起了质问，弄得对方都无奈了。他只是想让大雄享受一下更为简单纯粹的快乐啊，毕竟自己攒钱买的东西才会更加珍惜。随后，哆啦 A 梦立刻用缩小灯将大雄变小，强制结束了话题。紧接着，他抱着潜水艇来到了河边，迅速和大雄开启了想要一举击沉小夫船只的计划。很快，在高性能迷你潜水艇的作用下，大雄顺利找到了空中的领展，哆啦 A 梦也立马锁定位置，朝他发射起了追踪导弹。就这样，哪怕表哥负隅顽抗，迅速从小夫手里接过了遥控柄，也依旧没有改变战事的走向。1架、2架、3架、4架，转眼间他的临战便全军覆没。与此同时，大雄和哆啦 A 梦也再次露面，他们正式通知小夫，他们会乘胜追击，将船击沉。这下好了，表哥气得牙痒痒，拿起划船用的桨，就直接对两人发起了攻势。哆啦 A 梦他们迅速前行，小夫二人趁机逃走，但还是很快就被追上。小夫有些不知所措了，表哥却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了临战专用的鱼雷，准备还原颜色。但是令他们怎么都没想到的是，哆啦 A 梦的高性能迷你潜水艇虽然只是模型，却有着可以媲美实体的强度。尽管鱼雷不停在他们附近炸开，却无法提供任何实质性的伤害。有一说一，小夫这波人耳声呐的操作也太厉害了吧，简直就是绝了呀！凭借着他的优秀反应，表哥总是能精准锁定哆啦 A 梦他们的潜水艇，发动攻击。不过此刻他们已经失去了最后的武器，鱼雷已经用完，哆啦 A 梦他们却依旧在靠近。没办法了，表哥直接爆发了自己的小宇宙，开始疯狂摇桨。但在大雄的指令下，哆啦 A 梦也成功发射了2枚鱼雷。说时迟那时快，小夫直接目睹了自己被炸飞的升级，和表哥一起摔进了水里。而更惨的是，两人这次还是不能撤回家里，必须赔偿损坏的船只费用。钱都花光了，两人还落了个感冒的结局。夕阳西下，这样的结尾让好战的表哥都最后发出了感慨。与此同时，看着最后也没有获得赔偿的大雄，哆啦 A 梦一时心软，还是将自己的高性能迷你潜水艇贡献了出来。但事情真的就这么结束了吗？当然不是。当天晚上，哆啦 A 梦正在看漫画，大雄便哭哭啼啼地跑了进来，就直接发起了针对爸爸的控诉。他辛苦坐的飞机被爸爸弄坏了，但是朋友，你的演技可以更简单直白一点吗？眼泪还能靠自己轻松调节，真是差一点我就信了你的邪啊！爸爸手里那张擤过鼻涕的折纸，就是你辛苦做出来的飞机吗？我们单纯善良的机器猫，竟然差点就被你骗了。好了，愿世界和平。本期问题，你们觉得大雄演技咋样？欢迎大家留言、点赞和关注哦，咱们明天见。